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狗头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像这个版本的话，狗头的玩法还是挺多的，就看怎么去选择吧。但现在是吧，打野狗头也是我们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啊。但打野狗头的话，有个点就是你的队内那个中单 AP， 中单最好不要是 AP， 因为如果是中单是 AP 的话，对方 AP 装就是魔抗装备做得多，那狗头的伤害其实并不是很理想。而且狗头玩打野的话，其实刷野并不是很快，所以并不是很推荐。如果不是补位补到的话，正常来说不会选择玩打野位。而且狗头这个英雄主要是对线太弱了，所以你真的想要狗头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想要 Q 叠的快的话，那打野辅助打野狗头的话，确实是一个选择之一，但并不是很理想。2分钟才准备出野去。那对面选择来吃下河蟹的话，那上半河蟹肯定是没有吃的，那直接去吃上河蟹就可以了。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，狗头打野还是真的得看阵容。如果对面是那种很强势的打野的话，你前期真的最好还是不要选啊。那这样子，对方射手回城，那肯定是看不了的。像反正刷野嘛，就是这样子，其实也很公式。如果说你刷野刷到上半野去，你就去看上路跟中路。就是有机会你就去看看打架，你没机会的话你就没办法。然后线上英雄也是这样子，你自家打野不在自己这半野区，然后你就不要去，就是说除非被对面抓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不然的话就不要去，要稳一点，不要去主动的去打架。你看这里面的话，看到对方打野。打架打得差不多了，这一波应该是有个头的，而且是对面蝎子打野，那这局其实还挺舒服的。对面弄手也是知道自家打野不行，然后直接跑过来反野了。
说实话，对面怒手有点弹，他只是反完石头，就是你身为一个上单反个石头其实很正常，但还跑去反 F4，那确实太过分了。对方打野也来了，这一波其实可以演一波戏，直接干他。看到人了。没露视野嘛，应该是打不了的。刚刚小兵过来应该是看到了的。两边名牌开打。哇，两个一起出事。其实铁男有血怒，其实完全可以跑的。像刚刚那波，其实就是看到了这个狗头，还这样子走啊！不要去学啊！其实，在后面的那个草去蹲就可以了，去三角草那个位置反蹲就可以了，没必要说一定要走到那个草位置去，那个视野肯定是看得到的。上来，一个 Q 收到人头，很舒服。说实话，打野狗头的话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叠 Q 确实快啊。但也是得看对方打野强不强势，而且对面卡牌也是离谱啊，这黄牌老是给这个狗头，根本就秒不掉。如果能秒掉这狗头，还说给控制给他把黄牌给他的队友。早就团赢的团战早赢了，这里还好金克斯最后 W 秒了。这卡牌是吧？你们想想，刚刚团战好像一个团战给了3张黄牌给这个狗头这里给卡刀抓跑这是真能跑呀！不过这局其实叠 Q 的话，应该不算太快，因为好像你能感觉到他刚刚其实打架打太多了，而且还线上抓人的时候还失误了一波，对吧？但如果你把这个叠的层数放在线上，已经算很快的了。但你总不能说是吧？换线上，线上的话，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常的。狗头300多层差不多吧，400多层，除非你是前期把对面打爆了。
就是还有一种玩法，就是那个狗头有个很变态的叠法，就是吃完打野啊，吃完野区还去线上吃兵线啊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。这样的话就会叠得非常快。然后开始带线了啊。这一波卡牌是没露视野的，所以有可能会跑过来。这里有大招，稍微等一手，哎，直接开始反打，哎，回头把对方的 Q 给扭掉。对面的沙米拉感觉要开始杀疯了，这狗头这边狠狠发育啊！对面的沙米拉狠狠的杀人头。又是黄牌，哇！连环控制，这一波应该是活不了了。其实像这种确实狗头还真不好打团，因为卡牌这个黄牌就不给别人，就只给狗头的。我发现，哦，对，把龙给抢了。哎，不过狗头打野的话，真的就是偏佛系一点，不要想的太多。像这局对面控制那么多的话，一定要选择做那个水银血。然后如果说像这一局的对局的话，其实最后一件不要选择做木刃，做一件肉装的话，容错高一点，其实也很不错。主要是他这一局的话是带着疾跑，你像平时的话是疾跑加闪现，啊，这局没有闪现，那是吧？就要需要稍微做一些容错装备，这种就是你要自己去对局还有那种自己的一些判断，这一局队友都全死完了，出事儿，这边还没有大招的。但层数已经很离谱了，哎，没有大招，哎，一样无伤。这边有大招，稍微先走一下，对面他后面全是人，如果吃控制吃太多，还是活不下来。这里3件套加一个3级的水银鞋。
队的话，他反倒是先做肉装啊，像左下角那种纯输出的这种装备啊，主要是对方控制不是很多，可以这样子吧？或者说你队友有那种开团的前排，你可以这样子。但推荐的话，确实也可以了。吼，这一套控制输出，这队友在绕，想不明白。其实正面完全可以打，对方技能教的也差不多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队友全没了。这弄手就一丝血。啊，这铁男大招都没用啊！炸弹人天天被切，而且诺手的这个诺手，说实话，他的血怒你每次过去都能看到他叠满血怒，给这个狗熊那狗头给挂上去。这样的话，就说实话，对于是这种对他的队友来说就是每次都被诺手的抓，你作为他的队友，说实话很难受的。你过去基本上就是弄手最强的时候，这里面铁男闪现坑辅助，就是大招框辅助，其实也对能秒掉，但是秒不掉就尴尬了。其实他闪现框 AD 才是对的，也有可能打不过 AD那没办法。金克斯狠狠的给输出。给一个那个枯萎跑都跑不动的诺手，本来就手短。像这种节奏的话，其实还是真得往后拖。金克斯又带兵线把自己给带没了。就跟着，其实。这个 ADC 完全跟着这个狗头走就完事儿了，而且队友这4个人他只能正面去打团，他们4个人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没办法带线，好像就狗头最适合去带线。像这样的话，就是又少一个人，又做不了推进。像这样的话，也只能等这个 ADC 去复活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时候真不知道这个弄手，其实他打不过这个什么这个狗头的，但是他永远都是能叠满血怒，然后给狗头来那么几下，确实就很难受。这里 Q 一下可以秒了，这里已经900多层了，已经很变态的这个伤害。像这一局做了永生花和3级血的那个魔抗血，对方的话就是控不住了。
那这样的话，这一期的话应该就是到这了，也是稳中，就是更多的还是吃伤害，然后把伤害打出来。那行，那这期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